这是一个关于海与河相遇的故事。故事开始于30年前，那是一个革故鼎新、万马奔腾的时代。故事的主人公一半披携着太平洋的海风，一半枕垫着江南的春水。1993年春，苏州老城，2500多年的历史，荷塘巷陌、小桥人家、古丘塔与老昌门，一切都看似在岁月的变迁里岿然不动。可时光的车轮早已不知碾过了多少道辙。此时的苏州城就正经历着一场时代巨变。这一年，计划经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中国向全世界宣告了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信心与决心。四季轮转与时代更迭的两股春风，在苏州城内交织游弋，所过处无不呈现着拨云见日的明朗气象。可唯独网师园的小姐楼内，数月里一直上演着焦灼的对垒。这批骨干都是 English stream， 林子安是英国留学嘛，对吧？所以他们的概念都是西方谈判的概念。Are there enough financial companies, enough banks, enough financial power to start such a project? 谈到深夜2、3点，双方就是各不相让嘛，所以都用这个自来水冲头。It has to take a long time because we have to change the impressi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bout China and about Suzhou. 到苏州园林啊，就可以借题发挥。就跟他讲一讲过去的苏州是什么样的历史的地位，出了多少人才。苏州园林尽显江南的工巧与世情，这为不同文化与思维间的碰撞提供了融洽的平台。如此用意，全是为了促成一件国与国的大事。中国与新加坡即将实现一次历史上零的突破，在中国苏州合作创办一座工业园区。时任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称它为一项宏大和史无前例的两国政府合作计划。Suzhou is the first, and I think it's the first one, that is done between Singapore and China on a government-to-government basis. I think the more strategic objective was to really develop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ingapore. 1993年，在这个被称为中国改革的关键年，苏州人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事物的准备。可工业园区究竟是什么，人们还并不清楚。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园区诞生在19世纪末，英国曼彻斯特。起初，人们只是为了逃离被棉花工厂和乌烟包围的城市中心。几英里外的特拉福德公园拥有宽广的空地，并且依傍一条运河。于是，企业主们租借那里的土地，陆续建起了饼干厂、榨油厂、汽车厂、铸钢厂。当各种类型的工厂越聚越多时，人们发现生产制造变得更加高效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保罗·切希尔教授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研究，他认为工业园区的出现充满实验色彩。The first industrial park was Trafford Park in Manchester. It was a lucky accident which people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why it worked, but then they tried to replicate. And we know now
there are 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 that is, complementary activities locating close to each other are more productive, and the people who work in them are more productive, and industrial parks can support that type of agglomeration, that cluster. 工厂聚集在同一片土地上，无意中产生的伟大变化，很快在全世界掀起了探索的浪潮。1951年，美国开办了斯坦福工业园；1959年，爱尔兰开办了香农开发区。从1962年开始，新加坡着手创办玉郎工业园，开启了亚洲工业园区的历史。正是以玉郎为代表，一批园区的成功开发，为新加坡带来大量外资和跨国企业。由此，国家工业化快速崛起。至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已经从贫瘠的岛国飞升为亚洲4小龙之一。可随着工厂与企业的不断激增，一对矛盾越发凸显，困扰着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新加坡这么小个土地，怎么能够承受这么多的企业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个无限的空间。Mr. Lee felt that there are tremendous potential outside of Singapore. 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难以支撑经济体量的不断膨胀，这迫使新加坡政府萌生向海外投资的计划。可茫茫天海间，哪里才是最好的去处？Hi, Mr. Weber. Thanks for calling me. 王总您好，您现在看到的呢是我们一个双层的厂房。As you can see, this place is we called Jingguang Industrial. We hope one day you can come here. 是在6.5。我叫莫王凡，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大数据分析专业。2019年正式加入苏州工业园区，在投促局负责招商引资。通常客户不能到现场时，我们会选择视频交流，让他跟随镜头，先认识未来他要工作生活的地方。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始于1994年，面积27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130万。在过去8年全国经开区的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中，这里始终位列第1。今天，大约有超过9000家创新型企业聚集在此。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它们展示着全球制造业最生动的风景。这里与一路之隔的苏州老城仿佛是双面绣，一面绣着小桥流水、亭台古迹，一面则绣着智慧工厂与摩天大楼。文化与经济、历史与未来的相得益彰，共同塑造着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的面孔。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苏州时就曾指出，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Thanks for coming to SIP Exhibition Hall. Suzhou Industrial Park is at the center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rea. To the east is Shanghai, only half an hour. 作为招商员，小莫每年要接待很多全球知名企业的造访，他们计划来园区投资建厂和居住生活，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这里的一切。通常，莫王凡会把最精彩的部分留到最后。这是一张效果图，它所描绘的是整个园区的中心，位于金鸡湖畔的建筑群。绘图与实景几乎一模一样，可神奇的是，这幅图出自30年前，那时这里几乎还一无所有。当我告诉客户，30年前你现在站的地方还是一片水塘洼地，而那时苏州人已经准确画出了这里30年后的样子，他们觉得简直匪夷所思。然后我会说，在你做决定前，要不要先听一个故事？
那我就送他到站台，他噔噔噔3步上了火车，没想到刚一转身，又噔噔噔3步退下火车。苏州有机场吗？苏州有港口吗？1992年，李光耀考察苏州结束时，对时任市长张新胜发出了提问。彼时他已经心有所属。1992年9月，时任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率领代表团到访中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与中方探讨合作创办工业园区。此时，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已过去半年多，距中国共产党14大召开还有1个月。In fact, to me personally, China was a black box. You press a button, the light come on the other side, but you don't know what is going on inside.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什么样子？市场经济在中国行得通吗？如果创立园区，选在哪里好？抱着若干疑问，新加坡人考察了中国的多座城市。其中抵达苏州时，他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First, Suzhou was quite near to Shanghai, the only financial hub of China then. Shanghai was also easily accessible by air via the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This would enable easy access to Suzhou for potential investors. This is very important as China was just opening up, and its land, sea, and air infrastructure were not well developed then. Second, Suzhou had a large pool of educated as well as skilled and semi-skilled talents. Third,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support, enthusiasm, determination, and commitment shown by this official. 新加坡共和国资政李光耀今天上午到达我市参观访问。张新胜市长向从新加坡代表考察团的种种表现来看，未来园区极有希望落地苏州。但让当地政府喜忧参半的是，李光耀资政表达了2层意思：其一，新加坡参与的园区开发，希望从基础建设开始，即至商业和住宅，这等同于建一座新城；其二，希望由新加坡向中国传授园区管理经验，指导日后运作，称为软件输出。引入外资固然是好事，可是由外资参与土地成片开发，同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借鉴实行外国的管理经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新加坡抛来的绣球，疏忽间变得千钧重。这不光是苏州努力，也不光是江苏全省努力，是国家派力量来一起来探索，来支持的。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跟随世界变化、不断创新实践、不断累积经验的过程。早在1980年，中央就宣布了深圳、珠海划为经济特区。1984年，又公布了天津、上海、宁波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90年，再次宣布开发浦东。接下来，苏州会不会成为新的探路者呢？苏州工业园，它是在城市内部建立的一个特殊的载体，又依托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机制来发展起来的。它跟14个开放城市呢，显然也不一样。14个开放城市是以原来有沿海地区有基础的，那么行政区域，他们在全方位的一个开放，跟浦东相比，它也有自己的特色。浦东呢，更多的是以中国中资企业为主，以地方政府来推动对外开放，而这个苏州工业园区呢，是以两国政府做支撑，来
推进的一个开放。这将是一次全新的探索。江苏省委省政府和苏州市委市政府的干部开始频繁地奔向北京，他们要向中央各有关部门汇报情况，听取意见，争取支持。与此同时，开始对新加坡访问考察，从苏州市代表团到江苏省代表团，直至中央9部门组成的联合代表团。中央各部门啊和省里啊和我们一起日日夜夜买个馒头啃啃啊，弄个面包啃啃，改写这个文，非常慎重要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结论嘛就是中央批准了，可以借鉴，这是第一。第二，借鉴什么东西，哪些是直接可以借鉴，哪些还要结合国情。1994年2月11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建设苏州工业园区。2月26日，中国与新加坡两国领导人在北京正式签署协议，借鉴新加坡经验，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5月12日，苏州工业园区正式开工建设。由中国、新加坡合作开发建设的苏州工业园区首期开发启动典礼5月12号在江苏苏州举行。苏州城外，一片70平方公里芦苇丛生的水塘洼地，成为园区1期规划开发用地。单是地面垫高和地下管网铺设，平均每平方公里投入就约9亿元。彼时，这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基础建设。随着建设大军的到来，这片无名的水塘洼地正掀起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大气魄。它这边这个季节和我们那里的都不一样，现在这个草不利了。10月，江南秋意正浓，但西去4000多公里外，天山脚下已经寒气袭人。这辆超级货车从苏州出发，车上装着园区制造的精密仪器配件。经过3天星夜兼程，已经进入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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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至此，中国司机的任务即将结束，这些货物将由哈萨克斯坦的货车和驾驶员接手。未来出国境后，沿途复杂的通关手续，远在苏州的物流总部早已经提前在网上申办完成。我们车辆都是从新疆的北部口岸出境，途经“一带一路”国家，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到白俄罗斯，从白俄罗斯口岸入境欧盟，然后经过波兰、德国、比利时、法国，最远的一直可以到英国的伦敦。借由公路运输，横跨亚欧大陆，在10到15天之内，可以从苏州工业园区的工厂里直接把货物运抵欧洲货商的门前。这为园区制造提供了除铁路、海运、空运之外的第4种物流选择，也为那些中小规模的厂家提供了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最大便利。当然，如果他们想走得更远，还有别的方案。苏州这边30年前是什么样的？那区别大了。30年前这小河道狭小，能走多大的船？100多吨嘛。这30年后就到了2000吨了。开船呢，绕个圈都不碍事，变化太快了。老高在吴淞江上行了一辈子船，他眼见河上的船变得越来越大，眼见两岸的厂房越来越多，
眼见岸边架起一座大码头。苏州园区港，苏州自贸片区的水路口岸，进出口货物可以在这里完成一站式各项通关和验收手续，体现自由贸易的最大便利。每周大约有3000标箱的货物从这里登船。老高父子就是运输船队的成员。615556155576。啊，对的，看一下。啊。小高正在和工作人员核对货单，这是一批园区制造的智能家电产品。好。24小时之内，货船沿吴淞江向东，进入黄浦江，出吴淞口，抵达上海外高桥港。在那里，这批园区制造将被装上远洋巨轮，同上万标箱的中国制造一起，沿海上丝绸之路销往东南亚或者欧美市场。到动态了啊！园区出来的香船，平稳方向啊，慢右手打弯啊。小高在船上长大，熟悉这条水路，也知道他今天的价值远非父辈时可比。因为这里是园区向世界延展的通道之一，他们父子正是第一段路的守护者。从火车、飞机、巨轮到卡车、货船，从公路、内河到“一带一路”，跨越沙海与世界连通。透过现代物流丰富的选项，我们可以管窥到园区企业正在多样化参与全球供应链的事实。与这个事实彼此呼应的是，在过去30年里，园区贡献了3个惊人的数字：累计实现进出口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税收收入3项超万亿。在一块面积不足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产生如此巨大的价值，这是必须聚集高端产业集群，并且有强大的服务体系做保障，才有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当这座现代化城市向我们展现它所积蓄的巨大能量时，我们不禁要问：30年前，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在新加坡著名的滨海湾花园里，有一座别致的中式园林。曾世生很喜欢这里，这让他想起在中国的日子。1994年，他被新加坡政府委派到苏州，主要负责园区初创时期的开发及招商工作。必须要营造一个适合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的环境，他们赚的越多，扩展业务，我们就给当地的人民制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提升的机会，这些是对当地的社会带来更大的好处。我的中国团队，招商引资这样的做法，他们可能还不是非常的熟悉，可是他们学得非常非常的快。1994年开始，新加坡委派专人到苏州参与园区开发建设，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经验。与此同时，苏州方面派出20人作为首批赴新加坡学习的队伍，他们被分配到招商、基建、环保乃至法律法规等不同部门。那我们去新加坡就是去理解它的经发局、它的供电局、它的这个城建呐、和这个裕朗啊，都是各自怎么来发挥作用，来做好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合力。很快，凭借中国人聪颖好学的天性，以及新方经验的坦诚分享，园区培养起一支属于自己的招商队伍。虽然还很稚嫩，
可当他们向全世界招商时，却表现出了一种不寻常的底气。风物长宜放眼量，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亲商理念以及土地的使用，显然30年前就已经确定的规划和政策，与今天城市发展有着深刻的逻辑因果。然而30年时间充满变数，产业结构转型、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增高、国际金融危机一度导致的外资收缩和进出口下滑，这些成长的烦恼，都是对执政者的考验。这张30年前的图向我们展示的，事实上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多。科学前瞻的智慧，工程不必在我的胸怀，执政者的定力，这些都是抵定乾坤的根。也正因为此，这座园区才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一个深远的启示。后来的这个发展历程来看呢，苏州工业园区对于后续的这个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01年开始，中国开始与东盟着手签署双边的自由贸易区协定。那么从2008年开始呢，中国与新加坡签署自贸区协定。苏州工业园区呢，还为中国与其他国家这种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示范。这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在推进开放进程中是非常值得借鉴的。30年前，伴随中国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苏州工业园区应运而生。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放与融合，发扬与创新，从那时起就成为这片土地的底色。虽然那些开创者的故事已经化作历史的极光片语，但是那些与子同袍的情谊，我们第一代的同僚们都老了，大家都在演当年勇啊。那些挥斥方遒的身形，30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这条路是走对了，这件事是非干不可。那些真诚笃定的信诺，我们一开始给他看的规划蓝图，一点一点真的是就这样实现了。正是这些永远不会随时间流逝的衡量，不仅奠基了一座城市的诞生，也为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全新的视野与观念。沿着开拓者踏出的路继续前行。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发生的新的故事。